陈院士、林主任，还有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曾凡根。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从物理再换另外一个角度回到跟生物医学上的应用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计划基本上整合了几个技术包含这个人工智慧还有微流体系统。那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呢，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发展组合式的药物，那针对于癌症上的治疗。那目前我们是用大肠直癌来做一个例子。那我们的团队成员呢，包含何志明院士，有包含严校长，北医的严校长。那我跟劳兰教授是从清华大学来的。那所以这个计划其实不是1年就可以做得出来了。我们跟何院士其实已经工作了大概超过5年以上哈。那何院士他的发展的这个 AIPS 也超过10年以上。那我们刚好借这个计划把它整合起来，能够做一些跟医疗相关的事情。那所以今天就着重在报告在过去这1年所做的一些事情包含会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这个我们精准医疗用这个技术怎么去做出精准医疗出来？那它有什么样的优点？那也有什么样的困难要去解决的？那接下来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些目前实验的一些结果那这实验的结果包含3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用这个人工智慧的技术去筛出来这些药到底有没有用？那我们先从 cell line 的这个部分来做，然后接下来会做 animal model， 最后进到人体真的实验。那基本上我们原来的规划是个5年的一个计划。那我们的第1年呢是做 cell line， 在细胞株上面。那第2年会进到动物实验，到第3年以后会有人体实验。那人体实验非常昂贵一个人体实验大概就要50万台币左右的药，所以非常的昂贵。我们那时候设计了40个，所以到最后的阶段会进到人体实验。所以我们今天报告会着重在于细胞的一些实验，还有一些动物实验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结果。那精准医疗我们等下会看到那除了就是药物设计很重要之外，那药物设计的依据是什么？那这个依据呢，基本上我们说必须要从病人得到充足的一些资讯，这资讯呢包含很多跟 genomic 相关的、跟他生理环境相关的一些资讯，才能够做精准的这个设计。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在第2部分跟大家介绍，我们过去团队发展的一个 CDC， 就是循环肿瘤细胞侦测的相关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发展，对这个疾病的预后，还有整个疗程的预测怎么样来去进行。那最后它可以把 CDC expansion 到足够的程度的量的时候，也可以做药物的筛选。那甚至为了要做预测的话，我们还设立了一些建立了一些肿瘤的这个微环境在晶片上来做肿瘤的微环境，来去看什么样的微环境让这个肿瘤的这个细胞或组织能够在转移的时候能够喜欢去那我们会做一点简单的预测，那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那说到这个精准医疗那基本上在大肠直癌的这个治疗上面，在过去传统的治疗上面来讲的话呢，对4期以后的这病人 response rate 通常大概差不多是25%到35%，那台湾的 response rate 还在稍微低一点，大概15% 左右。那这些药物的这个 response rate 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不同种类的病人，不管怎样的环境进来以后，我们用的这个药物的治疗通常都没有太多的差异性。所以造成有些人会有 response， 有些人是没有 response， 有些人是反过来是不好的 response。那所以呢，这些原因的造成，基本上跟这些我们这些人本身病人本身的这个基因本身的形态还有他的内分泌的系统的这些状况呢，还有甚至他自我免疫的这个环境，还有他本身的一些免疫系的系统都会有关系所以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为了要达到能够精准医疗的话，当然我们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那我每个人给不同的，根据他的需求给不同的药物，但是怎么根据他的需求就是一个困难的议题。那根据他的需求，必须要得到非常多的资讯。那这些资讯呢，有包含在genomic方面的资讯，有包含他生理状况的资讯，有包含他的环境方面的资讯，还有他本身的病史方面的资讯等等，然后再给不同的药物，希望能够达到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好，那所以呢，在过去来讲的话呢，在医学界也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那去把这些 data 来做整理那第一部分的 data 呢，就是至少我们先搜寻 data， 那包含在这个 genomic 上面，就是说这个人的遗传性是怎么样的状况会有一些 data。然后呢，在它的这个 transcriptome， 就是它 RNA 或这些东西的 level 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甚至在这个 protein 的 level 上，最后是在 microenvironment 的 level 上有非常多的资讯。这是在过去的医学研究几十年对癌症上面的研究有相当多的资讯。那光有这资讯是没有用的这资讯必须要整合成一个 model，
就这些资讯呢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样子？好，整合一些 model 啊 ，genomic 的一些 model， transcriptome 的一些 model， 或者 microenvironment 的一些 model。根据这些 model 的情况呢，我们才做预测。预测我们给它这个东西，它会有什么样的 response， 然后再去做药物的设计。那这个过程是一般传统在药厂里面 follow 的，或是我们一般学界 follow 的一个流程。那这个流程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就在于，光第一个步骤我们要找出它的 pathway。可能就旷日费时，几十年以上的时间才清楚。可是 pathway 跟 pathway 之间有很多的 interaction， 事实上我们还要再去找的时候，也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整体下来的话呢，这花的时间是超过人类的 lifetime 所以事实上我们要去真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找到适合的药物，事实上follow 这样的 protocol 其实是有它的困难性的。所以很特别是在10年前，志明和院士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因为基本上我们会这样想，是因为我们从工程背景出身的。工程背景出身有一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跟科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希望解决问题，把问题能够解决以后能够去使用。那何院士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像我们飞机会飞起来，对不对？飞机会飞起来飞得这么好，现在都可以应用的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了解了流体力学每一个 detail 没有办法。人类到现在为止，很多流体力学的 detail， 一些 vortex 这些东西还没有解得很清楚。但是飞机现在可以飞得很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 feedback 的控制，就是我们先要了解，我们给一个刺激，给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能里面是 unknown， 是个 black box，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它的 response 我们可以量得出来，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给它什么刺激会有什么样的 response， 这个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里面的 curve 先 fit 出来。所以这个系统的一些动态的一些 curve fit 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从刺激到这个反应中间可以做控制。所以想法是非常简单。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飞机的系统改成人体的系统。人体系统也是一样，我给它一个药物，它会有反应。这个反应呢，我可以从它的反应的状况去看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举例来讲，像癌症来讲，最常看的2种东西，一个是肿瘤的大小，肿瘤经过这样的是不是变大变小。第二种呢，可能看一些指标，这指标可能是一些蛋白质的指标，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免疫的指标等等。所以呢，那我们给它一个刺激去看这个指标的话，会得到一些资讯，这资讯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好的 equation？ 这个其实是最大的 question。所以何教授过去在过去的10年中就在探讨这个问题。那他他大概过去10年大概做过大概超过cell line 的实验大概超过上百个，然后动物实验也超过几十个以上，他就发现很有意思人类系统或是动物系统里面这个 equation 其实不是太复杂。举例来讲里面假设有10种药物，不同的药物之间呢会有一个本身对于这个刺激这个系统里面会有个反应，这个反应呢通常是一个2次式，只有2次式就够了。而且呢，药物跟药物之间的反应呢，它的 interaction 也是最多是2次，所以呢，它基本上呢用一个2次的方程式，不管你有多少种药物，用2次的方程式其实是可以把它 topography 整个都可以 mapping 起来。那 mapping 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系数，x 这个 i、yi 这个都是系数，这个系数呢就靠你有限的实验去把这个系数 fit 出来以后，整个方程式就可以解出来。所以这个它的本身的这个 phenotype 的这个 surface 就可以决定以后它的最好的剂量就可以决定，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做。好，那当然这是个很大胆的假设。那后来我跟何院士有谈到这个问题，你怎么会敢这样做这样假设？因为他其实受到很多生物学上的 challenge， 说这样假设是对的吗？后来发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演化，动物或是人体基本上对于刺激的 response 都不会是非常剧烈的，都是比较缓和的。在比较缓和的情况下，画出来曲线比较缓和的曲线就比较会接近2次，比较低次的曲线，不是高次的。高次曲线就是很复杂的那种，比较低次的曲线。所以它为什么可以用低次曲线去 fit 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根据这样的概念呢，我们的这 combination drug 它过去的研究就发现，基本上你不管有多少的 drug， 最后呢它 combine 起来呢，大概2、3、4个 drug 组合起来，其实就相当够用了。再多事实上并没有说会更加的好。那这跟中药的复方其实也是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观念，它有君臣辅佐各方面的这些观念。好，那这个部分呢，只要他过去做的是在 cell line 跟 animal 上，最近开始做人体的部分。人体部分现在目前在佛罗里达的这个大学，还有在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做人体相关。那台湾是第3个 site，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在实现不同的这个癌症那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的一个范围内，很快的找到最佳的药物的 combination。
好，那但是我们必须一步步的 translate 这个 information 从 cell line 到 animal 一直到人体，事实上是会有差异性的。举个例子来讲，好，这个是一个脑膜瘤的一个 model， 基本上如果说是 in vitro 的这个 model 的话，它的基本上长得是像比较平缓的一个 topography， 可是进到动物的 model 的时候，它会改变。好，但这两种药的这个剂量来讲的话，基本上它的趋势是很类似，只是它的最佳的剂量会落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用 cell line 所预测的结果的部分作为我们 animal model 的 input， 我们就很快的可以找到 animal model 本身的这个 topography， 再用 animal model topography 再去找人体的，就会比较快，好，比乱枪打鸟好很多。好，主要它是有个依据，一步步这样上来。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呢？那严元校长呢，根据这样的一个model 哈，跟何教授来合作，好，在过去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找了5只老鼠，好，都中了一样的这个肿瘤。那中了一样肿瘤呢，他就做了2个实验，一个实验呢基本上就是用传统的治疗方式去治疗这5只老鼠，他就发现这5只老鼠出来的outcome 呢，基本上它非常 fluctuate， 有些老鼠 response 很好，有些不行，好，不是非常的 uniform。但是用的这个何老师的这个计算的方式，哈，把这个药物的这个剂量是 combinatory 药物剂量控制到一个对每只老鼠都有特殊的一个好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可以控制到它发血源变得非常的小。好，这实验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是同一只老鼠，哈，同时做30天，前面15天呢，好是用一般的药物，好，后面的15天呢才开始用我们刚才讲的 PRS 的方式去 control。所以你看前面的15天，这个肿瘤的大小的 response 其实很乱啊，每个老鼠都不太一样，有些一直长上去的，有些可以维持，像红色这个维持还不错，啊，绿色勉强，好，其他的就很差，好。但是呢，到15天以后，你会发现肿瘤几乎都停止在长大了，不管它在哪个 level， 它基本上几乎是停止在长大，所以你去算它的发缺血 level 会降得很低。这是用这个 PRS 这个去预测的一个好处。那何院士也在这个攝護腺癌的这个例子上面呢，特别用了这个技术去找出2种药的 combination 的最佳剂量。那目前这个病人也是控制的还蛮好的。好，这个是他的第一个人体相关的一个实验。那现在目前佛罗里达大学那边做的是跟肝癌相关的。那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又做这个大肠直肠癌，先从这个开始，未来不排除可以做肺癌相关的部分。好，那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哈。我们要能够做出这个precision medicine， 很重要的是资讯，这资讯是不是正确？那比较现在医学院常用的方式，基本上是 genomics 上面的一些资讯。那这个基本上只有遗传方面的 level 不太够哈。那所以现在老鼠也进来了哈，老鼠种植了人体身上的肿瘤以后呢，当做一个试药的一个系统来做试药。那这样做法在市面上已经开始有 surface， 但是它相当的昂贵。好，一套这个完成的话，大概差不多要50到100万台币左右一个流程。那这个老鼠必须要养3个月甚至到半年，好，才开始可以做药物的测试。那药物测试的成果跟人体的部分是不是能完全 translate？ 这是其实有一定的问题的哈。那当然是这个做出来的结果还是很好的资讯，可以用在人体身上的这个调试。那我们在思考，除了这2个之外，是不是还有第3个可能性？好，第3个可能性呢，是不是可以利用人体身上拿出来的组织，在晶片上来做培养？让它变成一个类组织的一个器官，类器官的一个组织的晶片，能够取代但不能完全取代老鼠啊，就是给它另外一个更多的资讯，是跟这个人在当时的状况 timely 有关系的，因为老鼠毕竟跟这个人当时的状况并没有完全有关系，它中的是3个月、6个月以后的事情，所以人身上的肿瘤已经变化了哈。那是不是能够 in situ 拿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思考用 CTC， 就是血管肿瘤细胞取出来以后再培养的这个东西。这个培养过程大概需要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时间。那可以及时的做药物测试，或许可以辅助这些东西的需要。所以它可以得到的呢是 phenotype， 第一个出来的可能是不同的 phenotype， 那而且是 dynamic 是动态的，那而且是 timely 可以 answer， 然后它的数量但目前不算 abundance， 我们必须要做培养才会变够多。那它的 cost 会比用老鼠的做法会比较少，这是整体计划的一个概念。所以第1年的目标呢，基本上做 cell line 本身的药物的这个测试筛选，去找出这个 curve， 这 curve 目前已经找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在cell line 这个血管肿瘤细胞 expansion 上面要做药物测，这目前有些初步的成果哈。那第2年的话就会进到老鼠的实验，到之后会进到真正的人体实验，这个是目前整个计划的一个目标。好，那在这个药物跟我们第一个阶段用 cell line 的这个筛选上面
目前跟这个严教授的团队呢，选出了大概4种 cell line， 这4种 cell line 红色的部分呢代表是 primary， 就是本身的原发的这个地方的这个 cell line， 好，那个大肠直肠癌的 cell line， 一个是比较表皮的，一个比较是在里面的哈。那另外还有3个 cell line 是转移从其他的器官转移过来的 cell line 哈。那这几个 cell line 都是跟我们大肠直癌相关的这个部分。好，有不同特性。那另外10种药物，我们也选择了10种药物。这10种药物呢，有5种是 chemo。那这5种 chemo 有3种基本上是目前大肠直癌的一线的这个药物，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那另外还有5种 targeting 的药物哈。那通常是在2线或3线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呢，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一些组合，然后去看什么样的 combination 会最好。那在这实验之前呢，我们先要对我们的 cell line 5种 cell line 呢，它的成长的曲线哈做一个了解，那才能够去决定多少的这个 cell 放在这个里面培养是可以支持我们的实验的。那最后决定大概是1000个 cell per well， 用这个标准的 96 的 petri dish 来做。那也量出了它的目前是3种 cell line 的 IC50 value， 就是它半致死率哈，就是死掉一半的这个细胞的给它的剂量到底多少。那你可以看到哈，这个表格里面所显示的，它的半致死率呢，对于不同的细胞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细胞对于单一的药，它的 response 也是不一样的。像CT116哈，对这个就是 response， 但其他的像HT29对这个targeting 药物就是 resistant。那因为 HT29也是比较 well known， 它是对比较多的药是 resistant 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会把它拿出来。好，这都是单一的部分哈。那单一部分我们先做出完以后呢，我们就做 combinatory 哈。这并且基本上我们做了就是每一个 combinatory 是我们用了155个，这个基本上是经过 PRS 就是 AIPS 计算出来，我们要做哪155个，可以把那个系数 fit 得最好，可以把那 curve 找到最棒哈，要 cover 到区域要够广，那精度要够高哈。好，那最后找出来讲的话，我们目前是针对 cell line 2个 cell line 哈，一个是表皮的，一个是里面的。那另外它本身一个是抗药性比较高的，一个是一般常见的，这2种来做。那你会看到我们150个中间找到的它的 combination 呢，大概有15个哈，每个都是 top 15的去 rank 起来以后，这 top 15里面带有7个，他们是会有 common 的药物组合，好，有7个。好，那这个7个药物的组合会加上原来没有 common 的部分，会再进到下个阶段做动物的实验。好，但是我们看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较，你用单方跟复方到底有什么差别？这大家一直很想问的问题嘛。好，那我们先看，好，上面是单方的结果。好，对 HCT116呢，对1、2、3、4这4种药物来讲的话，它的剂量基本上你看起来都是蛮高。你只要用单独那个东西要到半致死率的话，这是它半致死的剂量，大概是这样。可是用的组合，你把这4个东西组合起来以后呢，它的剂量降了非常的多，好，降了非常多，好，而且呢，有些原来是没有用的，它会变成有用的，好，那 HT29这个非常 high resistant 这个 cell 也是一样的状况，你很多的药物基本上有像这个用到50的，它可以降到几乎剩下1/3，这个5FU 呢13可以降到几乎1/10，好，其他的但这个稍微增加一点点，那像这个降的几乎是没有。但是完全没有也不会有用，因为它有时候是会需要用这个药物去 boost 它，所以你可以发现哈，用这个组合药物会有几个好处。第一个 concentration 可以降低，我不需要那么高哈，有时候会降低到10倍。第二个呢，它的 toxicity 会降低，因为你不需要那么高的剂量 ，side effect 一定会降低。第三个，那这个细胞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药物的话，它的 resistance 会比较不会那么容易 resistance。而且它的效果反而更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色部分呢是半致死剂量，这个 combinatory 药物得到结果呢是80% 的致死剂量，所以这个用下去用的量比较少，但是它可以致死率到80%，效果更好，好，所以这个是用组合式药物可以发展出来的一个结果。那因为后面的这个150个筛检，我们现在还是用中央研究院的那个快筛的设备来做。接下来我们是希望用我们的这个晶片，那这个晶片基本上已经发展了4年以上了，跟何教授那时候发展的，所以接下来会用这个晶片来做接下来的这个部分。那严云校长这边他的这个团队也准备好了这个是这个 animal model 这个 mouse animal model， 那针对于刚才4种的药物测试的结果，也算是有初步还不错的结果，所以接下去我们就会执行动物方面的这个实验的这个部分。好。
好，这是第一年的这个部分，好，就是以上的这些结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 CDC 相关的一些部分。那因为我们希望最后是能够有 CDC 循环肿瘤细胞扩张成的组织来做药物测试，会比较贴近那个人当时的一些状况，除了动物的实验的一些结果之外。所以呢，这边会有一些跟 CD 相关的一些技术，哈，那是过去发展了10年，那是嫁接到这个计划里面来的一些技术。好，那各位知道，循环肿瘤细胞来讲的话，是数量非常少，一系血液里面对大肠癌来讲的话，大概只有几颗而已，好。那还有 CDC cluster 这些东西都很少，非常的少，所以要寻找它要一些特殊的技术。那我们实验室发展一个很特别的技术，是细胞沉降，然后可以铺排成单一细胞层的一些技术。这技术呢，可以高密度的把100万个细胞排在1平方公分的范围里面内，所以很快可以把我们要的 target 可以收得出来。收出来以后呢，我们的设备呢，可以把我们需要的这个 CDC 或 cluster 可以一颗一颗的把它剪出来，做后续的培养或者做研究等等。那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培养的这个部分是有些初步的成果。那培养这些循环肿瘤细胞并不容易。那培养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是每个都成功。目前的成功率大概只有20% 左右，就是不是每个病人，因为大肠癌的病人的 CDC 本来就少，然后培养这个部分也相当的困难。目前大概差不多20到30%，还不是够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在 improve。那培养出来的结果的话，像这个成功培养出来的这个病人来看的话呢，它本身可以扩张这个细胞大概差不多10到100倍左右，可以从原来的大概差不多几十颗，大概8cc 的血几十颗，扩张到差不多1000颗左右，这是目前做的最多的一个一例，这目前还不够好，这我们还要再继续 improve。好，那为了让这整个流程是一个标准化流程，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这个系统开发成商品。那这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简介，好，我们可以播放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系统运作的一些原理。CellEnvision is an early-stage medical device company. Our innovative team is an expert in rare cell detection. We have developed a cancer-detecting device named Self-Assembly Cell Array, or SACA, which accurately detects th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or CTC, in a patient's blood. CTC is a reliable indicator for metastasis. The success of SACA lays in its ability to form a single layer of cells on a biochip, which then detects the rare tumor cells via a fluorescent camera. These cells can be captured by our probe for application regarding personalized medicine. We sincerely invite future sponsors and stakeholders to join us on our journey to revolutionize cell diagnosis. 好，谢谢。所以目前晶片的部分跟系统部分，我们都已经是商品。OK， 下一个，都会未来的商品化。那用这样的系统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好，过去我们 demo 可以做几个事情哈。那因为这个 CDC 选出来的这个 CDC 的这个形态有很多种，那很多的设备基本上大家只能看到single 的 CDC。那我们的设备呢，除了 single CD 之外，可以看到 cluster。那 cluster 也分成很多不同的种类哈。那 cluster 如果说全部是 CD 在一起 cluster， 事实上对于预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因为它没有太多的function。真正厉害的是 CD 旁边跟着很多其他的细胞，一些免疫细胞、白血球细胞，还有一些其他细胞，这种是对于恶性肿瘤会移转，会有更大的一些几率。这个后面我们会谈到一些初步的结果。所以传统大家是用像 CellSearch 或是一些目前市面上看到的公司，它基本上是希望用 CDC 的数量去侦测不同级别癌症的级别。可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研究发现，这样做是有困难度的。以大肠癌来讲的话，它发生最高这个 CDC 出来的这个级别呢，并不是在最后的第4期，基本上在第2期的后到第3期初就开始比较多了。所以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做法。那怎么做才比较好呢？那我们发现呢，对它的预后的判断来讲的话呢，CDC 跟 CA 是本身大肠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了，这个一个 marker。那它的预测能力差不多，但是把这2个 combine 在一起呢，可以增加蛮多的。但这个还不是最好的，因为这个 odds ratio 就是它的胜算率呢，就算它 combine 起来，也不过只到5左右。这原来胜算率大概只有3点多、4点多，一般胜算率要到10以上，大家才觉得是好了 odds ratio。那这边大概只到5点多到不到7，但接近7左右，不够好。那什么是比较好的呢？后来呢，我们发现加入 CDC cluster 这个预测的准确度会更高。那 CDC cluster 本身的准确度呢，可以到达11.3，
就是 odds ratio 已经超过10以上了。但是如果呢，我把它跟其他的这个 factor， 例如说 CDC number 或者 CEA 这些东西 combine 在一起，可以超过20以上。有4个这个指标合起来的话，甚至可以到100%，可以预测它的 recurrency。所以这个基本上几个指标 combination 基本上是很重要的，这个未来的我们一个工作的这个部分。那除了大肠直癌之外呢，我们也用类似的指标去看，去 follow 一个肺癌，它本身现在做化疗并免疫治疗合并治疗的一个，这是也是跟北医合作的一个部分哈。那可以看呢，它本身这个病人来讲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肿瘤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开始的时候 CDC 的数量是很多的。那后来治疗完以后，过了大概差不多几个礼拜来测的时候 ，CDC 数量增加了非常的多。到半年以后去看，掉下来非常多这个是CDC 数量的指标。那我们仔细来看，再把它分类，单一 CDC 的数量呢都还是很多，基本上超过4以上就很多，这边都已经超过10以上，所以非常的多。所以从这个指标根本看不出什么意义。如果是另外一种是只有 CDC 本身的 cluster， 没有白血球在里面，这种 cluster 其实看起来指标也一直都没有降下来。唯一有变的呢，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第2个 type， 它本身 CDC 有跟其他的免疫细胞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它一开始是没有的，但完了以后有一堆出来，后来以后就掉下来了。好，所以这个指标事实上是比较好的指标。好，以目前来看的话，好，那培养的部分，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培养的一些成果，跟它本身用的晶片，给大家参考。好，那除了这个培养 CDC 之外呢，我们也用一个model， 基本上是用这个 Celuline 跟 Fibroblast 合起来做成3维的肿瘤。那3维的这个肿瘤组织跟2维其实你会看到它的 Fibroblast 就它外面的这个ECM 的分泌就会差非常多，3维的 ECM 分泌比较多，所以整个肿瘤的结构会比较完整，所以在药物测试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好，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如果用3维的这个系统来做测试的话，可以让这个比较接近真实的 microenvironment。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基本上我们还发展出另外一个特别的一个 homing， 就是它会 meta 到什么样的地方？那个meta 那个 site 本身的要什么样的一些物理或是一些化学的条件？目前我们现在是模拟物理的条件，包含它的组织的这个hardness， 它的坚韧程度，包含它的表面的粗糙度，还有另外它的通透性的这些程度等等。好，那可以发现这些其实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肿瘤这个细胞呢，基本上它会去寻找它觉得比较favor 去 homing 的这个地方。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做出来初步的成果，大概是比较硬的一个条件的环境，加上表面比较粗糙，还有一些它有一些相关的吸引的物质释放出来的，它的这个cell 比较容易touch 上去。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目前大概1年所做的一些初步的成果。那未来当然还要再继续努力。那过去大概发表了大概差不多这1年呢，大概差不多有6篇的文章，加上过去有2篇是之前延续过来的一些文章。那也有大概有5个以上的 invited talk， 跟有一些奖项的一些获得，这个请大家参考。那主要是除了清华大学、台北医学院之外，我们跟何志明院士 UCLA 之外，还有这个一个他们发展出来的公司，目前在新加坡做刚才的 AI、PRS 的药物的设计、开发等等这些部分。好，那以上是我今天的报告，那谢谢大家，谢谢。